FSD 入华前夜，魏小李集体承认特斯拉自动驾驶领先。理想自动驾驶负责人詹坤体验完 FSD 后给出惊人结论：除了特斯拉，国内没有智驾第一梯队。何小鹏也亲自去硅谷体验了特斯拉后表示，用一个词就叫震惊，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。李斌过去对特斯拉是比较强硬的，这次也首次承认 FSD 是领先行业的。那当然，特斯拉的这个自驾确实是整体行业是领先的。问题来了 ，FSD 不行的那套话术，美国路况简单，不适合中国，为什么突然不讲了呢？把时间拉回2023年11月，在 X 平台，科技博主 Sawyer Merritt 发文称，特斯拉 FSD B12版本已开始向内部员工推送。随后，马斯克在评论区回复 Yes， 确认了相关信息。为什么把3年前的旧闻拿出来讲？这可能是自动驾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。地平线苏青也是原华为智能驾驶产品首席架构师，他把 V12称为是奥本海默时刻。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就像当初的这个核裂变试验一样 ，V12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希望。特斯拉证明了可以去掉30万行人工规则代码，依靠人工智能的一段式端到端架构是可行的。紧接着，所有公司都开始切换技术路线。如果把公开报道梳理出来，你会发现24年魏小李基本处理完了路线切换，华为、Momenta 等供应商基本上也全部完成跟进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说，小鹏、理想是 VLA， 蔚来是世界模型，不是端到端。实际上都是端到端架构，只是各家在端到端能力上外挂了技能包，去弥补端到端缺陷。所以很多车企造了很多名词，去确保自己的领先性和唯一性。听听地平线于凯就怎么说的：行业里面有什么 VLA 啊，什么 VLM 啊，什么 end-to-end 呀，什么世界模型啊，其实都在做，对吧？所以所有的这些技术的 buzzword 都是用来吹牛的。说回到2024年，华为确实在初期拥有更多的资源，进展最快，也是第一个吃到了技术红利。随着大家路线一致了，技术被拉平后，慢慢的国内唯一就逐渐演变为全民第一梯队了。彼时特斯拉模型训练受到美国出口管制，而国内数据安全肯定是不允许出境训练，也就是美国 FSD 一直演进，国内还是几年前老古董。逐渐的，国内在争夺第一的过程中，就会产生很多营销战，都在声称遥遥领先了。在智能泊车、智能驾驶方面，国内车厂做的最好是何小鹏啊。但是今天我们来了以后，我们也改写了这个行业，公认为我们这个体验最好的。我认为比行业的第一流的选手领先接近5倍。25年，马斯克干了一件事情，他利用网络平台公开视频，在美国训练勉强挤出了一个 V13版本。当然，该版本确实遇到了水土不服，特别是交通规则。但是从今年开始，第一梯队消失了。像比亚迪长期给大家的印象是智驾落后，突然喊出为城市领航完全兜底。华为这个老大哥也跟进说 ADS 开启后责任我来承担。班上的差学生突然和学习委员肩并肩了，牌桌上的所谓第一梯队没有意义了。所以新势力们从营销角度开始更换绑定对象了，输给特斯拉不算输，输给自己人才是输。所以开始承认特斯拉优秀一点点，有点像大模型领域，我们和国外顶尖大模型只差5%。当然 FSD 强不强，过去有一道心理屏障，美国路况简单，中国路况复杂，隔空争论了几年的舆论战即将撕开面纱。满血版的 V14 已经在做最后的测试验证了，口风也确实变了，究竟是特斯拉太强，还是魏小李变得谦逊了？不管怎样，自动驾驶终局即将到来。